够热闹的。谁家呀？这是？啊，娄员外家，好像在办喜事。咱别往前走了，免得人家误会咱们打秋风呢。来，多喝点儿。多喝一点啊！来，诸位，大家多喝一点啊！请。来，诸位，同喜。夫人，请坐。诸位，感谢诸位光临呐。诸位，安静一下啦，我来说两句。今天呢，是我的小女儿定亲之日。我和夫人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我谢谢大家了。来，咱们今天呢喝个痛快啊！好，各位请，多喝点儿。谢谢。来，哎，里边请。小姐，你在哪儿？老爷，不好了，出事了，老爷！老爷，出事了，有人敲门呢！老爷，大清早绕什么绕？出事了，老爷，出事了！啊！来，快进来！出什么事了？后花园出人命了！出人命了？什么？出什么人命了？小姐她掉到枯井里了。什么？小姐出事儿了？哎，那她人呢？她现在怎么样？她被打捞上来了，可是已经没气了。小姐死了。哎，老爷，快说，她现在怎么样了？枯井里还有一个男的。啊，男的也掉进枯井里了。对啊。谁呀？他是谁呀？他还活着，是那个教书的，梁羽生。梁羽生？是他。带上来。哎呦，就是这个，看看这个。堂下击鼓之人，因何事击鼓告状？快讲来。大人，我的女儿被梁羽生这狗贼诱惑，推下枯井死了。小女年方28，清白无辜，她死的冤枉啊！大人，小民恳求青天大老爷为小民伸冤报仇啊！我求大老爷。老爷，大胆的梁羽生在。快把你那罪状从实招来。大人，梁某不知身在何处，所犯何罪。我刚从阎王爷那儿走了一圈回来，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呀。你不知身在何处，本大人可以告诉你，你身在公堂之下，眼前坐的是本知县刘浩。你说你不知从何说起，本大人可以帮你提个头。昨天深夜你做什么去了？啊，为何额头撞破，脚骨摔伤？你非病非痴，总该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吧。大人，我想起来了，我真的想起来了。昨天夜里真出了大事儿了。我与娄家小姐相约后花园。你与娄家小姐怎么样？从实招来。是大人。事到如今，我也不要什么脸面了，梁某只能如实招来。快说。大人，梁某与娄家小姐
相爱有时，情投意合。昨天夜里相约后花园，准备离开此地，远走他乡。你昨天伸手不见五指，慌不择路，才出此大错。小姐，来呀，来！本想两情相悦，做一对双宿双飞的鸳鸯，远走他乡。谁曾想，反而害了小姐。现在小姐生死未卜，楼员外，你家小姐是否安然无恙啊？呸！你这个无耻之徒，一个潦倒无能的穷秀才，竟敢勾引我娄某冰清玉洁的良家女儿，你害得她命丧黄泉无回路。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你说小姐她女儿，这怎么可能呢？大人，这怎么可能呢？梁玉生，娄家小姐已经死了，尸体就放在那边，抬上来。这怎么可能？小姐与我情投意合，她怎么能离我而去？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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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啊，小姐！梁玉生，如此说来，你与娄家小姐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啊，而且还有一段私情，隐瞒了很久。这一天趁着夜黑月暗，相约在花园后门见面，以便从后门逃走，远走他乡，以谋生路，是这样吗？是的，大人。既有私情，又要远走他乡，那为何有路不走，偏要走那荒草掩盖的枯井边呢？而且你和小姐一同跌落井底，为何小姐一命呜呼，而你还活着？天黑夜晚，逃亡之人慌不择路，这不慎跌入井里，生死由命，这我如何解释得清楚啊？那好，既然你对娄家小姐情投意合，相约私奔，为何娄小姐身携包裹，内装换洗衣物和金银首饰，而你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身边却不带任何东西？你作何解释啊？大人，你是为了私情与人夜奔呢，还是为了钱财要谋害人的性命呢？大人，我娄员外，你看看，这些是不是你小女所用之物啊？正是。老爷，正是小女之物，我的女儿死的冤枉啊！老爷，杨医生，这里面有你的东西吗？恐怕一件也没有吧。梁医生，一个读书之人，虽然不能金榜题名、因妻生子，那也不该昧着良心做一些伤天害理、禽兽不如之事啊！我刘某是又可怜你，又憎恨你，可怜你家境窘迫，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害人害己；憎恨你把天下读书人的脸都丢尽了。梁玉生啊，梁玉生，我看你家贫无计，无法谋生，我好心好意请你到娄宅来教我小儿习字，你却背着我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你连禽兽都不如啊！老爷，真是畜生！大人，其实那口枯井并不深，井下也没有水，
我落井都没死，小姐怎么会落井而亡呢？这话问得好，娄家小姐确非跌死，她的死定有原因。仵作，上来答话。大人，你将验尸之事当众讲来。是，在下刚才奉命验尸，经细查，发现娄家小姐身上有数处伤痕，虽破皮损骨，但不足以致其死命。又验其颈上有重重的扼压痕迹。据在下多年经验，落井之前，他已经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了。窒息而死？这怎么可能呢？大人，梁医生，你不要装模作样了。人死如灯灭，死而难复生。事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也该悔悟了吧？我悔不当初啊，大人。既有悔意，也该有诚心呐。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在这张纸上画个押吧。不，大人，我不画押，我不认罪，我没有谋财害命啊，我没有贪财好色。刘大人，我是个读书人，我怎么能做出这种十恶不赦之事？我不画押，我不认罪，大人，我是冤枉的呀！梁医生，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难道你非要让衙役们用棍棒把你那罪恶的双骨打烂，你才服罪吗？来人！大人，你打吧，你打死我，我也不认罪。你打死我，我好和小姐的阴魂一块飘然而去。我梁羽生认命了。老爷，你打吧，我们冤枉啊！老爷，我们冤枉啊！老爷，老爷，梁医生，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你拜过先生，读过四书五经，你扪心自问，难道你寒窗10年，为人一世，就为了这么一死吗？啊，你也不好好想想，你死之后，你那病重的老父亲怎么办呢？我可怜的老父亲风烛残年，无人照顾，他以后可怎么生活下去？怎么样？说到你病根上了吧？本官也是于心不忍呐。你虽然是犯法了，可你的老父亲是无辜的呀。这样吧，我愿将我的俸银拿出一些供养你的老父亲，你就放心的走吧。刘大人，你是个好官，你是个好人呐。是呀，这真是好啊！梁某枉读了半辈子书，百事无成，反害人性命啊！活到今日，已是山穷水尽，别无所求。既然老夫有人照应，倒不如我痛痛快快的去死。拿笔墨来，我这就画押。还算孝顺啊！我宁愿一死了却此生。把梁羽生关进大牢。起来，走。等，将死之人不要太难为他了。是。谢大人，谢大人，为民伸冤呐！不动棍棒，就将罪犯绳之以法，这真是好官呐！真是好官呐！对啊，我见过好多官，但刘大人这官是最好的，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啊，真是个好官呐！吩咐师爷把此案结了，呈送提刑司宋大人。是。大人，还记得那天办喜事的那个姓娄的员外府吗？啊，怎么了？这是县衙刘知县送来的案卷，请大人审阅。娄员外家办喜事那天就出了人命案子。案发后，娄家向县衙门报案，知县刘浩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案子破了。哎呀，
这完全不对头嘛！这个怎么了，大人？英国，赵捕头，赵捕头，你看啊，有这么一个歹人，他拐骗良家妇女，以私奔为名欲谋财害命。那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良家妇女拐骗到城外，找一个荒野无人之处，再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那本案这个凶犯呢，怎么笨到这个份上？啊？你看，花言巧语欲拐骗良家妇女出行，没出行，直接在后花园就动手了，而且将其勒死，扔至枯井当中。最可笑的是，他本人也掉进了井里。你这啊，第二天抓住一审，他还就认罪伏法了，这不是不合情理吗？这个，哎，大人，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事儿没道理啊。快，收拾东西，走。哎，赵捕头，啊，别忘了叫上英姑。哦。扇子，便宜卖了嘿，便宜卖了，扇子。喂，你是谁？你是谁呀？你来这儿玩的？这儿好玩吗？这是我家的后花园，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一样东西啊。什么东西？哎，你这宝儿，宝儿，妈妈叫我了，不理你了。宝儿，哎呀，你急死我了！啊，这位大人是老爷的朋友还是？啊，您是楼家夫人吧？啊，刚才贵公子上这儿来玩。哦，对了，那边有口枯井，让他千万小心，否则出了麻烦就不好了。啊，谢谢大人了。宝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待在屋里写字，快把妈妈急死了。你们都去给姐姐办丧事，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后院里，我要玩嘛。好，好，好，妈妈呀，带你找秋月姐姐去玩，好吗？好，好。跟大人说再见。大人再见。请留步了。什么？
非要复审此案？刘大人，这是卑职的想法，也是卑职的责任所在。不知宋大人想如何复审呢？总得先见见那个凶手吧。提审梁羽生？不必了，刘大人，我们去狱中见见他就行了。走吧，刘大人。小姐，这是羽生给你写的断头词蝶恋花，你可收到啊？小姐，你枉死枯井。梁羽生，并非我意啊，你千万不要怪罪羽生。小姐，梁羽生，梁羽生，你不要老是这么疯疯癫癫的嘛！本官来了，你不行礼；上面提刑官来了，你也不看一眼，难道你真疯了？打开狱门。小姐啊，我已被你们判了死刑，已是死囚，你们还审什么？还问什么？梁羽生，你谋财害命，被判死刑，如今死期将近了，就没有两句心里话想说说？与其负罪在世，苟且偷生，不如干脆一死，好与小姐在九泉之下早日相会。倒也仗义呀。梁羽生啊，本官看过你的卷宗，听了你的细述之后，刘大人，我替他可惜呀。可惜什么？可惜那口枯井啊，也是那口枯井长得太不是地方。你想啊，梁羽生，如果不是你们二人双双落入井中，那他说不定与小姐隐居他乡，已经开始过好日子了。唉，都怪羽生无能啊，负了小姐一片爱意，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宋大人，梁羽生是以假意骗取娄小姐的真心，谋财害命。梁羽生啊，事到如今，我觉得你不妨跟本官说两句心里话啊。你跟小姐是如何相爱，又是如何人约黄昏暗传情愫？我想那娄府深宅大院，闺门重重，你是怎么掩人耳目，潜入小姐闺房，有了这段儿女私情的呢？大人，梁某家贫如洗，身无长物，唯有梁某点滴才华，被小姐爱慕。我们彼此相恋，以诗文传递。如果说是私奔，为何不择方便之门，偏偏要走那后花园呢？咱们再说那口枯井，枯井离甬道，我看怎么说也有7、8步之遥啊。有7、8步？你们是怎么走的呢？难道说是喝醉了酒了？大人，真是喝酒误事啊！那天，娄家给小姐定了一门亲事，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喝定清酒。梁某也被请去作陪。看到自己的恋人马上要成为他人的妻室，你说我这心里头这心中不快，我就多喝了几杯。谁曾想，这就误事儿啊！我回到后院小屋，忽然看到桌上有一张信纸，竟是小姐写给我的，约我往后花园去，要与我一起私奔。哎呀，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啊！我迫不及待地往外走。
这么说，小姐约你私奔是临时传递书信，并不是事先约好的，是吧？嗯。小姐跟我情深意切，她父亲逼她另嫁他人，这毕竟事与愿违呀。也许小姐会奋力反抗，故而为情所致，一时激愤，跟心上人远走他乡，这也不是不合理的呀。梁羽生啊，那如果是这样，这应该对你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啊，正中你的下怀。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小姐带到井边，将其掐死，还要推入井下呢？谁给她掐死了？我那天喝多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哎呀，宋大人，罪人之言不可听信。梁羽生谋财害命，此案人证物证俱全，你再审再问有这个必要？不着急，刘大人，不着急。梁羽生，我来问你，你与小姐书信往来已有数月，又有信笺递送，那么这些东西可能找到吗？那天又是夜里匆匆而去，这些东西都在那个后房呢。那这么说是可以见到。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你问完了吗？梁羽生，这边来。来呀，这件东西你可认识？没见过，不认得。你没有见过？或许是小姐贴身挂件，你保证没有见过？小姐贴身挂件，我怎么知道啊？没见过就是没见过。真是这样吗？你别着急，别上火。不，要不然在这坐会儿吧。这就到了。二位稍等，快去通报老爷。哎，你别走来走去的，还是坐会儿。老爷，刘知县与一个人来了。什么？刘知县来了，去看看吧。二位大人，正在为超度小女冤魂做法事，不想此事惊动了父母官大人，未能起身远迎，失敬啊！这位是宋推行，特意为你家女儿被害之案来的。哎呀，这事儿还惊动了上面的大人，小女在天之灵也得以宽慰了。宋大人到你这儿来是想……员外，他，你女儿案子当中还有几处疑点，今天这么个日子突然造访，还望员外见谅啊！哪里！哎，小女在天之灵也得以宽慰了，快去准备吧。哎，那就请二位大人到客厅小坐吧。刘大人，坐就不必了吧？员外，我想在你府上随便看看，可以吗？行，当然行。宋大人，快请。刘大人，您是否也要去看看？看看也好啊，也好哎。刘大人你发现他这屋里好像是少了点什么呀？娄员外，梁羽生一个读书人，怎么会这屋里连个纸墨笔砚都没有啊？他一个穷酸书生能有什么好货色呀？也许是下人打扫房间的时候把它当垃圾给他扔了。娄员外那是下人们自作主张呢，还是得到了您的许可呢？下人好像是问我一句，我说过什么？就因为您这一句话，梁羽生所有的纸墨笔砚就都没了。没了就没了吧，他一个穷酸书生还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还能有什么宝贝？也就是几支秃笔，半块残墨，还能让我赔他不成啊？娄员外，宋大人只不过是随便问问，
你不要介意哟。娄员外，哎，据那梁羽生说，他与你家小姐诗文往来已有数月，这点事儿，你一点都不知情是吧？哎，小女啊，她从来都是恪守家规，不跟外面的男人来往的。这个梁羽生呢，他信口雌黄，不足为凭。大人千万不要听进他的胡说八道啊！既是恪守家规，素无往来，那怎么会在定亲之夜带着钱财与梁羽生私奔呢？这又作何解释？小女啊，她也就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被梁羽生的花言巧语所惑呀。她一个17岁的孩子，她怎么能知道世道凶险，人心险恶呀？我女儿死得无辜，死得冤枉啊！是啊，小姐一个花季少女这么死了，的确是冤的。娄员外，我们可否去小姐的闺房看看？宋大人，有这个必要吗？娄员外啊，宋大人说想去看看，你就带着他去吧。宋大人可是上面派来的提刑官，有这个权喽。好，宋大人，既然你想看，那就去看看吧。来，请。请。宋大人，刘大人，请吧。快去看看时辰已经到了吧，千万别给耽误了。哎，这客人们……哎呀，快去吧。哎，宋大人，看出什么了吗？刘大人，这是一阙蝶恋花呀。大人，这像是一首寄情诗词啊。是啊，这的确是一首寄情诗词啊。哎，刘大人啊，古今名人有这阙词吗？您学问大，您给看看。哎，哪里，古今名人好像，我看这恐怕出自于小姐之手笔。那小姐的手笔可不下须眉呀。哪里？哎，你看啊，这后面还有落款和题记：月夜偶梦，与佳人相聚甚欢，竹填此词，不负此美意也。哎，刘大人，这阙词是男人所作呀。是啊。哎，你看啊，再有，整个笔记看上去像是一个女子的笔记，但是这词的大意却是一个男子的情怀啊。你看我说的可对？言之有理。哎，宋大人，我看是谁写的，是谁做的，跟我的小女儿被梁羽生所害，他没什么关系。宋大人，这就不必深究了吧？好，请吧。大人，
难怪呀，刘大人，我说小姐如此有诗情的一个人，这闺房之中怎么连她一件墨宝都没有啊？原来都化作灰烬了。哦，娄员外，啊，这是怎么了？啊，早已排定未时3刻，小女要出殡，时辰已到，恕我不奉陪了。娄员外，这恐怕不行。出殡的时日，您得另择良辰了。哎，这是为什么呀？哎呀，小女冤死停尸多日啊，今天又是良辰，我必须给她入土为安，这时辰是不易改的呀。刘大人，这边请。我以为本案疑点颇多，所以我想重新开棺验尸，另做检查。什么？可是，刘大人，所以说这延时出殡的事情，就由你跟娄员外交涉吧。可是，哎，宋大人，哎，宋大人，这时辰不能改，这时辰不能。哎呀，刘大人，你看这娄员外，官高一级压死人，你懂不懂啊？可是我宋大人说不能出殡，你就不能出。你要敢出，让你尝尝牢狱里的滋味。哎，刘大人，你们，哎呀，我的可怜的女儿啊！来呀，开棺！刘大人，娄员外，这边请。宋大人，查出什么异常之状？是啊，是有异状。你说呀。娄员外，你家小姐已有数月身孕了。老爷，老爷！登陆风车！来，你看看，哎，这多好！哎，你看，登陆啊！你要大的还有。哎，你跟着出来干什么？我怕你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你是给我当保镖来的？正是这意思。怎么，你不领情啊？怎么会呢？不过咱们先说好了，你跟着就跟着，可不许指手画脚的。你要是搅黄了我的好事，我能够饶了你，大人可饶不了你啊！搅黄你好事儿？哎，什么好事儿啊？英姑，什么好事儿啊？哟，二位啊，二位一定是想给小孩子买什么物件吧？只要告诉在下，你们的孩子是男是女，生辰八字，我呀，保证给你们找来最好的。哎，你说什么呢你？老婆做菜打了盐罐，你嘴巴咸了是吧？这是我妹，
该死，看走眼了。店主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长命锁是你这儿卖出去的吗？我们这店不是，这东西啊，打制的粗糙，绝对啊不是本店卖出去的。那在这条街上，除了你们家卖这个长命锁之外，还有谁家卖它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这条街有好几家像我们这样的店铺，你们啊还是自己去找找吧。你说这做生意的脸怎么糊着2层皮呀？生意来了是一张喜脸，生意不成就变成丧脸了啊！你既然都看见了，还跟他计较什么？走吧。英姑，原来大人是让你查这把长命锁来了。是啊，你看呢，在这条大街上啊，有多少家卖这种东西的店铺啊？大人让我查出这把铜锁的出处，只怕不容易啊。是啊，偌大的县城里，几千户人家，上万的人口，这种东西何止成百上千，找他就是大海捞针呐。所以啊，大人说啊，这件事交给你办是办不成的，因为你性子急呀。对啊，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办这事儿你比我强多了。梁玉生，坐吧。梁羽生，宋大人让你坐，你就坐嘛。哼！大人，这是何意呀？梁某已是将死之人，怎敢劳2位大人这样厚待？梁玉生啊，你看这外头多好啊，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哎，刘大人，要说您、我还有这位梁先生，咱们都算是读书之人吧？是。咱们今天偷得半日空闲，不妨就在此处，咱们3个人吟吟诗词，以遣文人雅兴，您看如何呀？宋大人，你这是何意啊？你我可都是朝廷命官呢，怎能与一个死囚犯人在大狱的高墙之下一起吟诗作赋呢？大人，您如此厚待，梁某实在不敢当。月暖风清夜无声，暗香浮送桃李枝头春。隔墙遥寄相思意，更声独睹是无情，对吧，刘大人？对。大人，梁玉生，你可是有话要说呀？大人刚才所吟《蝶恋花》词句，正是羽生所作。哦，梁玉生，你说这首词是你写的？正是。那么你是为何人而写，又有何凭据呢？梁某与娄家小姐互相爱慕，这首词叫《蝶恋花近思》，正是梁某赠与小姐的相思之词。大人如果不信，梁某愿当着2位大人的面，全文写下。好，来呀，去掉刑具。是。果然一字不差。刘大人，刘大人，这首词的内容固然不错，但是你看这个笔迹，好像跟那天我们在娄家小姐的闺房里见到的不大一样。哦，是不一样。可是据娄员外所言，那首词确实是娄家小姐的笔迹。这就怪了。哦，莫非是娄家小姐抄的那首词？那这，哎呦，真把我给弄糊涂了。刘大人，您糊涂了啊？本官有点明白了。哦，您看啊，
这是那天咱们在娄家小姐床下找到的一个残片。这上面几个字与这首词当中完全一样，生、暗、香3个字，可是这样？对，正是这3个字。可是这3个字，这2个笔记也不一样啊。哦，对，不一样。哎，这就怪了，一首词，3个人3种笔记。这才是怪事儿了。这就对了。刘大人，有了这3种笔记，宋某倒以为是一条可以找到谜底的通途。大人，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梁玉生啊，关于诗词的事情，我们暂且不问啊。还有一件事情，本官需要问问你才能明白。大人，您就随便问，我一定不会虚言搪塞。好，梁玉生，照你所说，你跟娄家小姐书信往来已有数月，一定是情深意切，恩爱有加。但是你们当时是如何相识的呢？再有，那娄家大院家规森严，规门重重，娄家小姐是住在前院，而她是住在后院，中间隔着2道墙门。你是如何掩人耳目，偷偷去到小姐闺房，与她干那些苟且偷欢之事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大人？你此言差矣。我梁某虽是一贫如洗，可我也是知书达理呀，我也知廉义羞耻啊。我虽然30多岁，尚未婚配，可是我也不能做那种苟且之事啊。梁玉生，你把娄家小姐的肚子都弄大了，你还讲什么礼义斯文呢？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你还装什么假正经？你说什么呀，大人？听不明白，大人。梁玉生，刘大人说的一点都不错。本官刚刚验过尸体，娄家小姐确实怀有3个月身孕，所以你就在定亲之夜狗急跳墙，将娄家小姐杀人灭口，以绝后患。大人，梁某冤枉啊！梁某实在是冤枉啊！这哪是梁某所为啊！一副无赖相，你居然能喊冤枉！梁玉生，那天在狱中，本官问你可有冤情，是否要申诉2句，你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怎么到今天你突然又有冤情了呢？大人，梁某上回在公堂上甘当死罪，皆因所爱之人已命丧九泉。梁某是有干系的，苟活人世已索然无益，故而梁某只求一死，与小姐在阴间相会。眼下又将无端的罪名扣于梁某身上，玷污了小姐九泉之下清白之身，梁某不堪耻辱，故而喊冤。梁某发誓，梁某未害小姐性命。苍天在上，梁某若有一点歹意，让我立刻命丧九泉，化作一滩血水。梁玉生，你真的没有与娄家小姐做过苟且之事？真的没有。梁某在娄家已半年有余，前院我根本就没去过，每次见到小姐只是遥望而已，就是书信也是托人代递呀。托人代递？什么人帮你代递？我让我的学生宝儿，也就是娄家的小儿，带往前院。宝儿说书信是交给秋月代递的。秋月是谁？秋月是小姐的贴身丫鬟，你把她叫来一问便知。刘大人，小姐的情况贴身丫鬟应该最清楚，你我怎么都没想到呢？宝儿，很好了。哎，看小孩胸前。好，请留步。你们想干什么呀？原来是娄夫人呐，
捕头大哥，你也真是的，逗孩子玩也不注意点分寸，你看把他们吓的。对不起啊，我是看这孩子长得太可爱了，对不起娄夫人，冒犯了。啊，没事没事。宝儿来，真可爱，你吃什么呢？我在吃油炸糕。哦，我们家出了那事儿，给你们添麻烦了。哪里啊，为百姓办事是官府衙门义不容辞的本分，你说对吧？哎，娄夫人，您这是带小孩出去玩啊？哪有闲心呢？我家原是请梁先生给宝儿开课启蒙的。哎呀，现在呢，梁先生出事情了，可也不能耽误了宝儿的学业呀。今天又特地拜了一位私塾先生，这不刚办完事回来吗？你看啊，这孩子一看就长了一副聪明的样子，将来读书一定考个举人进士，做个天子门生呢。多谢大老爷吉言呐，宝儿，快谢谢大老爷。大老爷，你为啥长这么高，这么壮啊？你知道大老爷为什么长这么高这么壮吗？我知道，一顿吃2碗饭。我一顿吃2碗饭，我一顿吃1桶饭。我们家的猪才吃那么多呢。哎呦，大老爷对不起呀，小宝不许胡说，这孩子小，不好意思啊。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我表舅，也很高，可是太瘦了，要是打架打不过你。嘿，宝儿啊，那你告诉我，你表舅是不是也像这位大佬一样，长得有胡子啊？我表舅没有胡子。哦，那他长得什么样啊？那不就是我表舅吗？小宝，大老爷，你们还要忙着干公务呢。小宝，咱们回去吧，快说再见。大老爷再见。再见。哎，这小孩确实聪明啊，嘴巴利索，脑袋也机灵。你是夸孩子呢，还是夸孩子他妈妈呢？哎，你这丫头片子说什么呢？你保证你眼睛里没看他？哎，英姑，你看刚才那位夫人啊，那娄员外岁数不小了，长得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可他这位夫人还这么年轻漂亮，小儿子才5、6岁。这个你都想不明白。娄员外是当地的大财主，有2、3家店铺，上千亩良田，家资万贯。肯定是他前妻死了之后，娶了这位年轻漂亮的，续了弦，给他生了这么个小儿子。是啊，隋大人这么多年，像这样的家庭血案也没少见。这个娄员外啊，哎，你想什么呢？刚才宝儿说的他那个表舅，哎，你看见了吗？没看见，怎么了？我也说不清楚。走吧。老师傅，姑娘要买什么？老板，我想问你一下，这个长命锁是您做的吗？这是我做的长命锁，20个铜钱一个。姑娘要不要再买一个？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你一下，您能不能记得起是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就不好说了。买长命锁的人很多，男男女女都有，这我哪记得清啊？啊，不用想那么多，你只要记得起最近有谁买过这个长命锁就可以了。哦，我想起来了，10天前有一个男的来买过长命锁，丢下20个铜钱买了一个麒麟。我收摊的时候呢，少了一个狮子。我正纳闷呢，是不是这个人随手多拿了一个？可是那个人装束打扮像个有钱的读书人，按说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哎，那人是不是穿一长衫，瘦瘦高高，一个穷秀才的模样？不是，这个人脸宽宽的，白白的，穿一身长衫，手上还拿着一把扇子。手往兜里一掏，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八成是一个公子哥。公子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啊？哎呀，灾难呐，灾难呐！你看，你们对一个案子审来审去的，结果我们家又出了一条人命。是不是丫鬟秋月死了？对，就是秋月呀。哎，宋大人，你怎么知道的？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传到大人耳朵里了。他怎么死的？人在哪？
他是用剪刀刺进胸膛而死，就在自己的屋里面。刘大人，快！这就是丫鬟秋月。对，她就是秋月。死了有3、4个时辰了。3、4个时辰，这么说是半夜死的。昨天晚上丑时左近吧？有谁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没有。没有。那是谁第一个发现秋月死的呢？早饭以后，丫鬟上来找他要个鞋样，他就敲门叫他，里边没有声音。后来怎么推门也推不开，这才发现门是从里面倒插着。我找了几个人从外面给他撬开，进了房间一看，发现秋月他……你说什么？门是从里边倒插着？对。哎呦，老爷，早知道秋月他这样，还不如让丫头们看着他，也不至于这样啊！你说为什么要看着他？宋大人，我也是听丫头们说的，听说他这2天呢总是不稳定，神情恍惚的。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听丫头们说的。好了，宋大人，这事儿也有情可原。秋月在小姐身边伺候多年，小姐被害，她必然会有自责之意。寻了短见，也算是解脱了吧？对，娄员外，那您的意思是说，秋月之死与你家小姐之死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当然了，作为一个贴身丫鬟，她怎么能逃得脱干系呢？对呀。那就一定得以死谢罪吗？宋大人，那您的意思是？天哪，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把剪子是秋月房中的东西吗？是的，是她房里的用物。秋月姐姐手很巧，会剪窗花，还会剪鞋样。只是她这个人心气太高，又小气，不肯教别人。宋大人，秋月姑娘啊，人很聪明，在丫鬟里边属她最能干了。可是平日里遇到一些什么事啊，她就有时候有点想不开，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刘大人，这边请。看出什么蛛丝马迹了？岂止是蛛丝马迹呀！那你说秋月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刘大人，他杀无疑。宋大人，这不对呀！这秋月把自己关进房间，还锁着门，用这把剪刀插进自己的胸膛而死，那怎么会是他杀呢？对呀，娄员外，照你所说，秋月之死跟你家小姐之死有很大关系。但我想秋月不过是个贴身丫鬟，小姐之死她顶多是个看守不严，没有重责，恐怕更谈不上死罪。我想应该是这个小丫鬟在此案当中涉足太深，知道的也太多了，有人想让她永远把嘴闭上，似乎才合乎情理。刘大人，再说此案中疑点颇多，来，你过来看。
你们看这把剪刀，细长且尖，宽不过2分，长不过5分。再看这个刀口，它在刀口中嵌着，似乎周围还有缝隙。本官轻轻一提便能把它提起来。而刀口呢，长至少2寸，深就得有5寸，直至心脏。那么如此可见，这个小丫鬟被杀死的凶器不是这把小小的利器，应该是一把宽有8分、长有尺来的利器才对。再有，我们想一下，如果他是用这把剪刀自杀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双手握住利器，由上而下用力，那么刀口应该是由斜上直至心脏。刘大人，从刀口上看，刀口是由上而下斜入心脏，这与自杀者发力位置完全不相符。本官断定，凶手是一个比秋月高大得多的人。宋大人所言不无道理，还有吗？有，刘大人。自杀他杀，死者生前表情完全不一致。几位请看，秋月的脸上既无惊恐之色，也无愤恨之情，而且半夜3更，他跟凶手同处一室，没有惊叫，这说明他跟凶手是非常熟的，完全没有提防凶手。这是第3点，还有一点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各位请看，秋月右手的指缝里有些微血迹跟细碎的皮肉，这说明临死之前抓了凶手一把。宋大人，你是说秋月临死前抓破了凶手的脸，或者身上某一个部位的皮肉，必然会留下血痕。我们以此为线索追查下去，一定能抓获凶手。是的，是啊，一定能抓着。好，对。娄员外，你这脸上怎么有血痕呢？我脸上怎么了？宋大人，他的脸上那个……你盯着我干什么？你这什么意思嘛你？娄员外，该不是你跟这个婢女会有什么过节吧？啊，我，宋大人，宋大人，刘大人，二位千万别误会，我们家老爷脸上这抓痕呢，那是我不小心抓的，对吧？对，我，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我在这又没有金银财宝，看什么看？刘大人，是这样的，我和夫人闹了点小误会，不小心呢就把我抓破了。是我给抓的。宋大人、刘大人，这也全怪我。那天晚上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做了个噩梦，吓得我呀，我的手啊就乱抓乱挠，这不小心就把老爷的脸给抓破了。宋大人、刘大人，你们可千万别把我们家老爷当成凶手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对呀，对，就是这么回事。宋大人，经你这么一说，秋月被杀之事确实有一定道理。可是我还有一个疑点，宋大人能否解破呀？您说，刘大人。据娄夫人说，这个门是从里面紧扣的。对，他们是撬了门才进来的。那凶手如何杀了人，又出得门去呢？对呀，很简单。刘大人，您这边来。哦，原来是这样。刘大人，
勘察至此，您可有什么想法呀？看来确如宋大人所言，秋月之死是他杀。宋大人，刘某此时有一大胆的推测，不知宋大人愿意听否？刘大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宋某洗耳恭听。好。是啊，一定能抓到。是。宋大人，现在可以断定，凶手是在秋月的房里杀人之后，有意制造秋月是自杀的假象，于是凶手在屋里将房门紧闭，由窗而出。正是。凶手以为凭此金蝉脱壳之计就可以逃之夭夭，却不知受过遗痕，雁过留声，他留下了脚印。什么？这个脚印就为破获此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刘某以为这个脚印就是凶手的脚印，不知宋大人以为如何呀？正是。哎，娄员外啊，你觉着刘大人这番评说可属实啊？他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啊。娄员外没听清楚。好，根据脚印的大小来判断，此人身高应7尺有余。根据脚印的深而重，可以断定此人是肥胖而健壮，绝非瘦弱矮小之躯。娄员外啊，刘大人，要不然让娄员外自己去那个脚坑里站一站，您看可好啊？行。凭什么呀？我不愿意，就是啊，凭什么呀？这宋大人方才所言，凶手与秋月关系非常熟悉，否则不会在半夜之时同在一室而不出惊诧之声。那么在娄府，谁能在半夜之时轻易的就走进疑心很重、心胸狭窄的丫鬟秋月的房中呢？那您说该是谁？在娄府，身高7尺有余，且腰圆体胖者，还能威震秋月之类的丫鬟，在娄府恐怕只有一个人。您说是谁？您说是娄员外？宋大人，你看我据刘某所知，娄员外一向是好虚荣重名声之人。娄小姐自小娇生惯养，深得娄员外的疼爱，故欲则以门当户对殷实的人家，并慷慨赠予店铺和田产。然而被宠坏了的娄小姐未能守住闺房，春心早已萌动，暗地里与野男人相会，海誓山盟，痴心一头，且暗怀珠胎，且身子一天重似一天，直至定亲之日，娄小姐以为再也瞒骗不过了，就与其父直言，言辞必然过急，称此生除两与生不嫁，否则离家出走，与情投意合之人一同投奔他乡。来，再敬你杯啊！爹，来请，来走嘛，来请你干什么你？走嘛，干了吧。哎，老爷。你拉我有什么事啊？爹，我不嫁，我不嫁。什么不嫁？这都成这个样子了，你为什么不嫁？你只知道钱，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哎呀，你看我这事都是为了你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怀孕了。我此生非他不嫁，他非我不娶。什么？你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啊你呀？你还是我的女儿吗你？谁啊？你跟谁呀？啊，他是谁？你跟我说他是谁？老员外，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我与小姐情深意长，相爱已久了，跟我。呸！你就把她嫁给我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我一定会对她好。有良心！你作为一个书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呢？你让我的女儿怎么办？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岳父，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行了，我打死你这臭小子！好你这个臭小子！哦，你女儿任意胡为，做下如此伤风败俗之事，令娄员外爱极而生恶恨。他为顾及颜面，强压怒火，可暗地里则密切地监视女儿及梁羽生的行踪。之夜喝定亲酒之际，他已察觉女儿与梁羽生相约私奔外逃他乡的意图，却佯装不识，若无其事地与客人们喝酒作乐。小姐与梁羽生相继离去，娄员外便猜测二人必定是有约在先，而后又将二人先后往后门而去，断定他们将私奔他乡。娄员外不由得恶气贯生，愤恨难消。他决意要让这件有伤娄家颜面的丑事迅速了断，不至于因女儿造孽，让娄家出此大丑，败坏家风名声。娄小姐相约梁羽生深夜从后门逃出，偷奔他乡，谁知后花园早已经有人在等候了。等二人相拥相伴，行至枯井边，忍无可忍的娄员外就冲了出去，扑向二人。便于此时，另一个人出现了，此人便是秋月。娄员外没想到的是，被他推入井下的一男一女却是一死一伤。所幸梁羽生于酒醉之中，大堂之上记不得事由前后，稀里糊涂的就认下了罪名。此案本可掩盖过去，唯独让丫鬟秋月看见了，对娄员外来说仍然是一块难去的心病。显然秋月对小姐的私情是一清二楚的，万一他将真相说出来，便是一个可怕的证人。偏偏那心眼狭窄的丫鬟秋月，她不知深浅，竟以小姐之死向娄某发难，欲得些便宜。娄员外寻思，如此下去，终究是个可怕的隐患。恰与宋大人前来查案，眼看着秘密将泄，情势十分的紧迫，于是他便下狠心要将秋月除之，以绝后患。作为一家之主，娄员外可以随时进入娄宅内任何人的住处，所以他找了个借口，便可进得丫鬟的房间。看老爷给你拿什么来了？说会儿话。秋月，秋月，秋月这小女子不会想到，自己的贪心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她以为娄员外绝不敢再动杀心，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贪财者未得到便宜，反而把小命送掉了。杀人以后，娄员外是越窗而出，逃之夭夭，然后重返了自己的房间。
此时他才发觉，刚才杀人时脸上被秋月抓破留下的血痕难以掩饰。哎，你干什么你？你看，你挠我干什么呀？你看，挠破了吧？哎呦，你怎么搞的？单凭这一招，由夫人出面作证，娄员外脸上的抓痕就可以顺利的掩盖过去了。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我虽然恨我的女儿不守家规，有辱门楣，可我绝没有杀人之意呀。宋大人，你可不能相信刘大人的话呀！虎毒不食子，我有心杀我的亲生女儿，我下得了这手吗？宋大人，你以为刘某的推断是否合理呀？宋某以为刘大人说的是有根有据，有头有尾。那宋大人的意思是？只有一点，宋某不敢苟同。请讲。你看啊，刘大人，如果说是娄员外有心杀女，那他一定是要消解他娄家的家丑啊。但是他再迫不及待，也不该把自己的女儿和那梁羽生杀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吧？对呀，就是啊，那不更容易招来更大的家丑吗？可是这样，那杀人凶手不是娄员外，那又是何人呢？宋大人，多谢，还我一个清白之身呐！刘大人，你说你这是怎么？娄员外，刘大人说的可也不全错，因为你的女儿与梁羽生逃到后花园的时候，是一定有第三个人出现。再有，杀害丫鬟秋月的人一定比他高大，而且脸上必有抓痕。宋大人，你的意思是，在全城搜寻，只要是脸上有抓痕的强壮男人，必定是杀人凶手。您说呢？走吧。哎呀，刘大人，刘大人，自昨日清晨起，按照刘某之令，各个城门口的守城士兵盘查一切可疑之人。坐，快给刘大人看查。刘某我亲自坐镇，人车出进最多的东城门。还时时要巡查各个城门关口，生怕漏掉一个可疑之人呐。刘大人真是啊，凡是身先士卒，事必亲功，辛苦。来，刘大人，赶快喝口茶，歇息。我们就在此处看看街景如何啊？哎呀，宋大人，我真替你着急呀！你怎么能有闲心坐在这里观赏街景呢？刘大人，您不是在城门四处已经严加防范了吗？我去没用，反而会添乱的。哎呀，宋大人，这几日你不提沈一犯，也不出去侦查，我真替你着急呀。宋大人，你我都是朝廷的命官，我们不能拿人命重案当儿戏哟。此话刘大人说的不无道理。刘大人，本案轻重缓急，宋某心中自然有数。您放心，破案之时就在近日。直到今日连半个疑犯都没见着，你说不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刘大人，这个时候啊，您不必着急，我也不必着急。那您说该着急的应该是什么人呢？谁呀？那自然是凶手和他的喽啰喽。
哎，站住，站住，站住！往哪儿走你？干什么？我没头没想，干嘛要抓我啊？你脸上怎么回事？没什么。没什么，杀人了吧？走！我没头没讲，更没有杀人的，为什么要抓我？我没犯死罪，为什么要抓我？我没犯死罪，为什么要抓我？你这种骚男人，刚才进城门的时候，他故意挤来挤去的，还趁机摸老娘的奶子。老娘的奶子那么容易让你白摸的呀？瞧你这张狗脸，哼，被我抓了一把，成了五花脸了。看你还敢不敢欺负老娘了？哼！原来他脸上的伤是你给抓的呀？就是。这种人就该抓的抓。哎，臭小子，吃这种老娘的豆腐犯不着吧？哎，说什么呀？走吧，走吧，快走吧。走。这2天城门关查过往行人，都要看人的脸和手，有抓破的就可能是凶手。疑犯抓了好几个，又都放了。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会不会也有被抓破的痕迹呀？弄不好你就是那个杀死秋月的凶手啊！依我看呐，必是梁羽生谋杀的。见色生淫逸，见财起杀心，自古如此。哎，那梁羽生关在大牢里，他如何杀那个秋月啊？哎，那秋月之死，岂不会是另外一个案子？你们呐，都是瞎猜瞎想。我听说宋大人已经认定娄家小姐非梁羽生所杀，老板，而是另有主谋，说近几日必能破案，查出真凶来。是这样，能查出来吗？哎呀，怎么回事？哎，这个。哎，这位大哥，这个扇面很好看啊！哎，这上面画的什么呀？没什么，没什么。哎，客官，客官，你那天说过给我酒钱的，你现在给我，把钱还给我！你现在给我呀！不是说好了吗？有钱就给你。哎。你怎么这样你？哎你！哎，这位老板，你刚才和那位争执什么呀？看把你气的！哼，真气人！欠钱还强词夺理，真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欠你什么？啊，姑娘，你看，你看这种人啊，穿得像模像样，像个有钱的人，哎，其实是个泼皮无赖。欠了我3两多银子，他还不还，让小的。哎，姑娘，你怎么把我字据拿走啊？老板，你别着急，那个人啊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欠你的酒钱我来还。啊，可以，你呀，把这个账单给我就可以了。可以，只要给钱给谁都一样。来，给。哎，谢谢啊，谢谢。宝儿，到了私塾要听先生的话。嘿，宝儿，哎呦，宝儿，哎呀，宝儿，快叫大老爷。大老爷，哎，这是去上学啊，真乖啊。大老爷和宋大人为我家的事忙碌着，辛苦你们了，谢谢大老爷了。哎，说不上辛苦，不过就是没抓到那个杀人害命的凶手，大人吃睡不香，我等心里有点着急呀。我们心里也着急呀。那个凶手还没抓着吗？有没有线索了？线索倒是有了，只要找到一个被抓破脸皮、身高体壮的男人，就可以找到凶手了。是吗？啊，大老爷守在这儿，原来是抓坏人的。啊，宝儿，咱们走吧，大老爷正在干紧要的事情呢。
大老爷再见。嘿，再见再见。那我们先走了啊。哎，不斗大哥，站那干嘛呢？一脸傻笑。没什么。哎，那不是宝儿和娄夫人吗？啊。咱们去看看宝儿在哪儿读书，好不好？看人读书？就看一眼，走。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苟不教，苟不教，性乃迁，性乃迁，教之道，教之道，贵以专，贵以专，昔孟母，昔孟母，择邻处，择邻处，子不学，子不学，断机杼，断机杼，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苟不教，苟不教，性乃迁，性乃迁，教之道，教之道，贵以专，贵以专，昔孟母，昔孟母，择邻处，择邻处，子不学，子不学，断机杼，断机杼，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苟不教，苟不教，性乃迁，性乃迁，教之道，教之道，贵以专，贵以专，昔孟母，昔孟母，择邻处，走吧。急什么？子不学，子不学，断机杼，断机杼，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哎，怎么了？你急什么呀？哎，怎么了？哎，娄夫人怎么往那边去啊？果然是他。谁呀？辉。宝贝儿，哎呦，你怎么才来呀？想死我了！别急别急呀，这么多年了，你还在乎这一回呀？等过了眼下这道关，以后啊，还不是你和我说了算？嗯？不是，我想死你了。上次你来没待多一会儿，匆匆忙忙的就走了。这次啊，我说什么也不让你走了。你先给我坐下，我还有话说呢。坐。我问你啊，上次给宝儿买的那个铜麒麟，你是不是又买了一个？这事儿啊，上次买那个小玩意儿的时候，那铜匠死活不给我让价，我一生气，顺手又拿了他一个铜狮子，正好那小妮子不是怀孕了吗？我拿铜狮子哄她，说等孩子生下来就戴这个。哎，怎么了？生气了？切，怎么了你？你可是给我惹了大事了。是吗？姓宋的在枯井边捡着了铜狮子，让手下人到处在找。是吗？啊，这回咱们可是碰到一个厉害的对手了。那姓宋的可是赫赫有名的断玉高手，咱俩要想不出高招来，你和我全完蛋。妈的，那家伙眼还挺毒的。
我这事儿做的挺妙的，他怎么还能看出破绽来？说的挺妙的你，连一个小姑娘你都应付不了，让那小姑娘临死，把你这张脸都抓破了。现在城里城外都在搜查，恐怕你是连门都不敢出了吧？妈的，把老子我逼急了的话，哼，拿刀捅了他！瞧你吓的，放心吧啊！我说啊，只要你不露面，把这道关过了，你和我把姓宋的骗过去，以后还愁没好日子过吗？嗯，坐下。你也坐。哎，这些银子拿着，回去以后慢慢的用啊。银子。嗯。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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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啊值得干。怀里揣着白花花的银子，搂着我心爱的女人，将来还有房子家产，看来我呀是要走运了啊！嘿，哎，真好。嘿嘿。你看，我还给你带来了什么？哎呦，酒！哎呀，哎呀，真好，真好！哎，咱俩是得喝几杯了。咱俩好长时间没聚了，今天痛痛快快的喝一顿，然后咱俩再好好的亲热亲热。哎呀，这回呀，真的全靠你了，你辛苦了。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全靠你了，你辛苦了，啊！哎，牡丹，别说辛苦，为了你，就是把这条命搭上，我也愿意。你在我心里，就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牡丹花儿。还牡丹花呢？楼家的千金小姐，那才是你心里又鲜又嫩的花儿呢。哼，前些日子你可是，就那小妮子，她懂什么呀？见了面就会傻乎乎的跟你谈诗论文的。行了行了，又来了，来，喝吧，喝吧。牡丹，我原生这辈子可是为你活的，为了你，我连命都能搭上。你可别光嘴上那么甜呐，啊！牡丹，我可是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你想办什么我都帮你办了，你想办什么事儿我都帮你办成了。对对对对，全成了。我呀，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啊！来吧，喝了吧。没事吧？啊，牡丹，咱们扪心自问，我原生这么多年，对你是不是一心一意？是不是仁至义尽？你乐什么？牡丹，你要是对我三心二意的话，别说，我原生到时候手下无情。瞧你说的，这么些年，在我心里让我动心的，让我放心不下的，还不是你呀？你才是我的生死冤家呀！来，那你当年干嘛跟那姓楼的走？你有钱吗？你还是喜欢有钱的男人。瞧你那熊样，哼，又是吃醋的劲儿上来了吧？我就喜欢你这种吃醋的劲儿。我们家那老爷子他懂什么呀？你才是我心里忘不掉的呀！啊，这么多年我还惦记着你，你还说这种没良心的话。你这么说还差不多。咱们俩合作，等过几年，再把那老东西给收拾了，那楼家的财产还不全都是你的？到那时候，我就可以
大摇大摆的、风风光光的进那大门，做你的称心丈夫。你可真敢想啊！啊？你不想？哦，想，天天在想。来，哎，我怎么听着怎么有动静啊？动静？你去看看好吗？去看看。什么动静？没人，可能是有人路过。没事啊，没事就好。来，今天啊，我有时间好好的陪陪你，让你高兴高兴啊。说话算话。当然了。真的？看来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对，大喜的日子，来干，都喝了啊。来，再来一杯好吗？青诗有，洗礼仪，香九龄，能温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哎，大人，你听，好像有动静。糟了，快走！哎，娄员外，你怎么不走啊？什么事儿催得这么急？哦。小宝在那边读书，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这是什么地方？这谁家院子啊？把门打开。老爷，走进去。人刚死，是服毒而亡。来呀，在。把尸体抬出去。苏大人，这不是你娘家表弟吗？啊，前2天你说他走了，他走了，回去了，怎么会死在这儿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宋大人，怎么又死了一个呀？是啊，宋大人，他的表弟怎么会死在这儿呢？娄员外，这事儿恐怕得问你娄夫人吧。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是送宝儿去读书，顺便过来看看我表弟。我看他死在房间里，吓死我了。我正想回去告诉老爷，就这些。宋大人，他说的是真的吗？娄夫人，看你这意思，是不想跟你的丈夫说实话的。你觉着事到如今，就死无对证了，是吗？宋大人，我表弟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也想弄个明白啊。您不是赫赫有名的提刑官吗？查凶验尸，该是您的拿手好戏。如果您有什么高招，能让那死人开口说话。住口！你这恶毒的妇人，事到如今还想抵赖？好了，娄夫人想必是刚才受了点惊吓，一时想不起来了。那本官给你提个头，
你总该记得你跟那袁生是如何设下这李代桃僵之计，又如何将那娄家17岁的小姐和那可怜的梁羽生痴痴迷迷堕入情网，成为你奸计中的傀儡角色。你就不想说说，你是如何设下此计，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做成功的呢？宋大人，您说的话，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什么李代桃僵陷入情网，哪有什么圈套啊？我家小姐年少无知，被那心怀鬼胎的梁羽生所骗，鬼迷心窍，三更半夜的跟着姓梁的私奔他乡，失足落下枯井，死于非命。我家小姐死的真是冤呐！这事儿，刘大人，您在县衙、升堂说得清清楚楚，我和老爷还有民众都听得明明白白。您宋大人远道而来，却要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把一桶污水泼到我一个弱女子身上，我哪里得罪您了？跟我过意不去。刘大人，您是本县的父母官，您得说句话呀！啊，刘大人。是啊。可是老爷，您是知道的，那天晚上我和你一起招待客人，半步都没有离开，对吗？对。后来一同回去休息，天亮才知道出事了。我对此事毫不知情，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老爷，人家官官相护。不相信我，老爷，你和我夫妻多年，你总得要信得过我呀，老爷，你可要为我做主，说句公道话呀！哎呀，乱乎乎，我脑子都糊涂了。娄员外，你在外开店做生意可能算是精明强干，但是在这后事管理内事，你可是够糊涂的呀！我怎么？你哪里知道，你那深宅大院之中，满园春色早就关不住了。你在前厅为女儿选择良婿，而他的女儿在后院早就与其他男人暗中私通，而且怀下了孽种啊！就在他选择良婿的时候，他的女儿却指望着跟自己相好的男人投奔他乡，去过好日子去了。哎，宋大人，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女儿和梁羽生果真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哎，他们要趁夜投奔他乡？那梁羽生其貌不扬，不过是个穷酸书生，而你家小姐呢，年轻貌美，心高气傲，如何能看得上他呀？那与他相好的男人现在在院里躺着呢，就是你这位夫人的表弟袁生啊。是他？宋大人，这怎么可能呢？出事那天晚上，我女儿和梁羽生双双落入枯井，对呀，怎么又出来一个袁生呢？就是他。他利用去后堂看望表姐的机会，频频进入后室，得与小姐接触。此君乃是个情场高手，既用色相勾引，又用诗信传情，便赢得了你家小姐的芳心，许以重正。宋大人，那相约投奔他乡的、落入枯井的，明明是娄家小姐和书生梁羽生啊！是啊，这正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啊！幸亏是有那一阙蝶恋花的诗词，才使本案所有的奥秘和盘托出，迎刃而解。此话怎讲？刘大人，我们在娄家小姐的闺房当中发现了一阙蝶恋花的诗词，而娄员外证实，那阙诗词也确实是娄家小姐亲笔题写。但是诗词的内容呢，却是一个男子在月夜之下静静思恋的情怀。由此，宋某就产生了怀疑。本来是一男一女互诉恋情的一阙蝶恋花，怎么会非常奇怪地经过3个人的书写呢？留下3个人的笔记。不过这也将他们3个人的关系隐约地描述了一番，本案的线索凸显无疑。刘大人，本官正是由于这个才断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李代桃僵之计。来，2位请看。
这是那天梁羽生在狱中为我们写的蝶恋花。这是那天在小姐闺房中发现的小姐亲笔写的蝶恋花。这是张残片。还有这个，这是英姑花了3两多银子从一个饭铺老板那里赎来的原生这几日欠下的一张欠条。两位看，五香肉干的香字和暗生香的香字，是不是有笔体相近之处？哦，宋大人说的这3个人，是娄家小姐、梁羽生，还有那个死者袁生。对呀，娄员外。宋大人，你家深宅大院规矩很严，前后院之间隔了2道门，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是。那梁羽生为你家小儿开门授课，他是在后院，并没有机会进入前院。所以他才说，他与娄家小姐只是隔墙而望，并没有见过面。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求之不得，便辗转反侧；遥望生情，便生情诗；痴心越重，便斗胆将这个情诗交给了你家6岁小童帮忙。拜托这位可以进入前后院的小童做小信使，把它传递给你家小姐，以诉爱慕。这玉不琢，玉不琢，不成器，不成器，人不学，人不学，不知义，不知义，玉不琢，玉不琢，不成器，不成器，人不。宋大人，这么说，我家小宝成了梁羽生传递情书的使者。是啊，娄员外，梁羽生所有的情诗练词，包括这阙蝶恋花，都是由小宝传递的。只不过在传递过程当中发生了重大偏差，宝儿只是把这些诗词给了娄家小姐的贴身丫鬟秋月，而秋月呢，又将这些诗词交给了另外一个人。姐姐，来信了。或许就是那一回，宝儿，娄夫人与老相好袁生，还有被他收买的秋月，一同谋划了这一出李代桃僵的好戏。英俊潇洒的袁生乃是情场高手，惯于风月之事，让他扮演情种的角色，以其堂堂之貌、油滑之舌，挑逗一个年方28、情窦初开的楼阁小姐，可以说是手到擒来，十拿九稳。说巧也是巧啊，偏于此时，不自量力的穷书生梁羽生，居然也对小姐暗生慕意，还写来了寄情之词，且写得情意绵绵，很有几分才学。这就好比瞌睡送来了枕头，原生正愁肚里文墨不多，写不了文绉绉、情真意切的练词，得到梁羽生的《蝶恋花》，即将此词抄录一遍，提上自己的姓名。如此，花花公子袁生便成了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英俊书生了。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好，那好。小心点啊！哎，怎么样？小姐收得蝶恋花词，春心荡漾，引为至宝，又亲手抄录一首，题于床前，日夜诵读，如醉如痴。月暖风轻夜无声，暗香浮送桃李枝头春。隔墙遥寄相思宝儿意，拿好了，去送给梁先更生。声笃笃是无情，玉满山川。娄家小姐哪里知道啊，她相中的这只恋花之蝶，并不是真正题写蝶恋花的恋花之蝶。而那梁羽生呢，得到小姐回信之后，居然也喜出望外，以为是情有所报，有望成就一段情史佳话。于是数月之内，前院后坊之间，墙内墙外之际，阴差阳错，李代桃僵，成了一段奇怪的千古姻缘。娄夫人，本官这番评述，应该与事实出入不大吧？宋大人，我表弟品行是不好，风流事也有过，这不假呀。我劝过他很多次，可是他不听话呀。他利用与丫鬟秋月之手，暗中与小姐偷情，这些事都是瞒着我干的。我是有罪过，望宋大人明察。老爷，宋大人，要说袁生暗中引诱小姐，确有可能。可他为什么要拉上一个梁羽生呢？再说了，他从哪儿不能偷几句诗句哄哄人呢？是啊，娄员外问得好啊，这正是本案的关键。如此说来，把梁羽生拉入这三个人的恋情之中，为的就是后来深夜私奔的结局。娄员外，刘大人说的丝毫不差。那袁生是个情场高手，平时以少妇小姐们调情那是家常便饭，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阴差阳错的恋情当中，早就设计好了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的主角就是梁羽生与娄家小姐。可惜啊，二人死到临头，浑然不知啊。员外，你可见过此物啊？此物通常是佩戴在幼童身上，你家宝儿身上也带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宋大人，不是的，不是的，我家宝儿戴的那是麒麟状的，您这是狮状的，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本官在枯井旁边捡到的。刘大人，当时我就想，如果说是男女私奔的话，没有幼童，他要这个童饰干什么用？是啊，所以宋大人就推测，小姐已经有孕在身，这才要验尸。正是。可惜啊，娄员外，你那17岁的小姐一叶障目，被人蒙骗怀了身孕，而那个恶贼呢，区区用了这么个童饰，便打动了他的芳心，让他心甘情愿走入陷阱。可能你那女儿临死之前，恐怕还想着去远方过好日子，憧憬着做母亲的美好希望呢。宋大人，我那无知无识的女儿，她死的冤枉啊！娄夫人，你对本官这番描述可有什么看法？老爷，我……唉，
回想起来啊，那天夜里，我女儿举止确实有些反常啊。她推脱说自己头疼，就早早的让秋月搀着她回屋睡觉去了。那天夜里，趁着酒席上乱糟糟之际，袁生与早已怀有身孕的小姐双双避人耳目，奔往后门。小姐携带包袱银钱，紧随袁生而行。二人行至后门不远处的废井处，袁生便凶相毕露。稍后，这场悲剧中的第二位人物才登场。来来来，到里面坐啊，请啊，随便啊。坐这儿来，坐这儿来。你们好啊，谢谢大家，来坐坐坐坐，来来来，多喝点啊。来，把杯中的酒都端起来，多喝点啊。我来，多喝点儿，我给你们倒上酒。夫人，我实在不能再喝了，我喝了不少了，我得先回去睡了，明天还得陪小宝上课。行，慢点啊。行了，不用送。来，接着喝，接着喝。此时，因小姐与人定亲而心情郁闷的梁羽生，带了几分酒意回到房中，却见桌上有一张纸条，竟是小姐约他私奔。这失意书生不禁喜出望外，急忙出房，追他那思恋已久的小姐去了。那梁羽生哪里知道啊，他急急赶赴的是别人设计好的一个陷阱。等他到了后花园的时候，果见一个人在黑暗处等他，那么他当然认为此人就是娄家小姐呀。可是刘大人，他与娄家小姐只是隔墙而望，并不认识她的容貌，再加之月色难辨真伪，所以说迷茫之中稀里糊涂被别人推下井去。刘大人，所以说本官认为小姐之死跟梁羽生成为凶手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既定结局，您觉着有问题吗？宋大人所言有凭有据，令人心服口服啊。只是那丫鬟之死，既然他们是同谋，为什么要将她杀死呢？刘大人，秋月之死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秋月虽是同谋，但他不知底细。他与袁生牵线搭桥，不过是想从中间得些好处。他不知道，这个游戏做到最后是要死人的，而死的恰恰是与他多年相处的小姐和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梁羽生。所以说，秋月心中必是有愧呀，而且是郁闷难释啊。再加上我们勘察此案，那么主谋者看在眼里，可就急在心上了。知情者是一定会说漏嘴的，所以说他就派袁生把秋月也杀了。而袁生跟秋月本来就熟，他是可以进入秋月的卧房的。怎么了？生气了？我来陪陪你。那秋月万万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袁生的手里，临死前所能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抓伤了袁生的脸。两位也看到了，袁生脸上确实是留有抓痕。可是宋大人，我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员外的脸上也有抓痕？员外，这事儿得让你自己说呀。宋大人，我也糊涂了。那天半夜我睡得正香呢，这夫人呢突然的惊叫起来就醒了，她是又打又抓呀，把我的脸给抓破了。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说
他说是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正和人家吵嘴打架呢。你是不是骗我呢你？哦，原来娄夫人抓伤娄员外的脸是有目的的，意在造成错误的判断，把员外当成杀害秋月的凶手了。哎呀，我还差一点信了。什么？把我当成杀人凶手？是啊。你怎么敢嫁祸于我呢？你这个黑心黑肺的臭婊子！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我恨你娄家的人，还有你那可恶的女儿。你简直是疯了！他简直是疯了！我花500两银子啊，从济县把他赎出来，让他到娄家来过好日子。你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大米白面呢，难道这还不够吗？你竟敢！他恨我，不够？怎么了？你把我赎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生儿子吗？你嘴上不说，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还有你那个女儿更可恶了，我来你们家8年了，从来没给我好脸色看，还当着丫鬟们的面骂我是个臭婊子，连我生的儿子，他都爱理不理的。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难道宝儿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吗？啊，那宝儿是我们娄家的独子，他将来是要继承我们娄家的财产的。你是宝儿的母亲，母以子贵，这些财产还不都是你和宝儿的吗？对，难道这还不够吗？哼，给你那宝贝女儿定了一门亲。对方是有财有势啊，可你还答应他，把1家绸布店和数百亩良田送给他当陪嫁。哼，说不准哪天你2腿一蹬，你那可恶的女儿女婿把我们母子赶出大门呢。宋大人，你，所以啊。他就必须先下手为强，除掉你儿子宝儿所有的对手，让他稳得你的全部家产。再有，让他这个出身下贱的母亲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你真是疯了！他果真是疯了！你看他怎么能这么想呢？他做出这种害人的事情。哎呦，你说我这娄家前世谁造下孽哟，让我落了个这么个下场哦！好，宋大人，那你说这个袁生是被谁杀死的呢？还用说吗，刘大人？当然也是这位幕后指使者呀。他与袁生共同设下了骗局，那关系绝对是非常密切，绝非一般。怎么最后他会把袁生给杀死呢？刘大人，原因很简单，那袁生是个浪荡公子，他怎么会相信袁生呢？他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相信，怎么会把自己交给袁生呢？袁生不过是他自己实现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么工具用完了，自然要处理干净。我说的对吗，娄夫人？哼，宋大人，你果然心明眼亮，说的一点都不差。可惜啊，娄夫人，你虽然曾经身陷污泥，但已经从良多年了。为人妻、为人母，该收心从善。怎么就因1、2声讥笑、3、5言冷语，暗生仇火，设下如此毒计？你就没有想过，你害了别人，反而就会害自己？你的宝儿怎么办？6岁小童失去母爱，你现在想想，值吗？宋大人，妈妈，宝儿，宝儿。妈妈，不哭。
儿在学堂要听先生的话，在家要听老爷的话。老爷，你先带宝儿回去吧。那么先领宝儿回去了。宝儿，去吧。宝儿，妈妈。宝儿，把它拿着。妈妈，这头发干什么的呀？听好了，想妈妈的时候，你就看着头发，就像看见妈妈一样啊！答应妈妈好吗？我答应你，宝儿。好了好了，夫人，走吧走吧。宝儿，妈妈，你一定要回来。回来。宝儿。是元生杀秋月的，你拿去当物证吧。